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突然降临，农耕社会的巨人们好奇地仰望天空，祈求造物主的降临。结果出现的并不是造物主，而是一个地球人类创造的 AI。他驾驶着外星飞船悬停在广场上空，空间悬挂着密密麻麻的黑水铁罐，说明他已经顺利拿下这艘飞船的安全代码。在巨人族没有丝毫防备下，突然9998个铁罐如流水般倾泻而下，这些黑水如同黑水炸弹，迅速在半空中绽放，在空气中雾化。巨人们眼看情况不妙，连忙转身疯狂逃窜。黑水犹如黑色暴风雨急速落到地面般，迅速吞噬着这座城市中的居民。东逃西窜的巨人们都没有逃脱被感染的命运。随后，漫天的恐怖生物破胸而出，涅槃成一个个新的物种。刹那间，广场上的巨人族尸横遍地，全都化作黑色的焦炭。发起这次攻击的是人类设计的 AI 大卫，从而他成为了新的造物主。之后，为了培养出更完美的生命体，他不惜用基因容器中的黑水和各种生物杂交。之后，经过10年的时间，由于黑水通过空气传播，让星球上的有机物种全部死翘翘，也就是说，除了植物以外，生命永远消失了。这颗实验星球从此变成了死星，导致让大卫构想的新物种始终不完美。直到第11年后，因为地球生态资源的匮乏，人类又派出一架契约号殖民飞船，准备前往起源者6号星球散播火种。飞船上一共有2000名星际殖民者以及1140个人类胚胎。由于到达目的地需要7年04个月，另外还有15名夫妻船员在休眠舱休眠。在此期间，负责操控飞船的是维兰德工业第2代仿生人沃特。与大卫不同的是，沃特被移除了自我创造的意识，更适用于人类掌控。这天，沃特像往常一样在飞船航行中打开契约号充能翻版，给能量网络充能。Sails deployed. Recharge commencing now. 如此精彩的充能画面，要是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即将来临。就在他检查所有船员的生命体征时，突然间人工智能母亲传来了警报，附近区域有一股恒星级要般爆发，微子能量产生的高能冲击波，不仅波及到了充能翻版，也让契约号遭受了强烈的震荡，甚至已经危及到了飞船本体。紧急情况下，沃特只好紧急命令人工智能唤醒其他休眠的船员，而飞船控制室此时也已经燃起了大火。沃特只顾着用灭火器紧急灭火，并不知道休眠舱内众多船员醒来过后，舰长的休眠舱由于故障未能及时苏醒过来，众人合力也无法从外部打开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休眠舱秒变焚烧舱，这让舰长的妻子悲痛欲绝。没想到爱人一开局就领了烤肉便当。危机过去后，除了舰长以外，另外还有47名殖民者意外身亡，16个第2代胚胎坏死。舰长的妻子丹尼斯则肝肠寸断，原本期待着未来的新生活，然而一觉醒来后，自己却变成了小寡妇。为了重整船员们的心态，副舰长临时受命转正，组织大家当务之急必须先把飞船受损的17%修好。丹尼斯也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之后，迅速就投入船舱内的检修工作。沃特陪着他来车库检查开荒的工程车，在这里，丹尼斯向沃特吐露心声。当初殖民其他星球并不是她的主意，而是她的丈夫梦想着。两人到达新殖民星球后，在一个小湖边用实木建造一间真实的小木屋，但如今丈夫撒手人寰，自己却根本不会使用那些建筑工具，一切似乎又空了。沃特此时暖心地回应他会竭尽所能帮助他。这句话让丹尼斯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另一边的船员也在舱外维修着充能翻版，幸好损坏的不是太严重，维修起来十分顺利。充能翻版再次恢复充能，为飞船提供了电能。契约号所有动力系统重新启动运转。可就在船员田纳西收工返舱的途中，突然接收到一股诡异的太空讯号。等他回到船舱后，大家便立刻开始启动飞船智能系统，对讯号进行了分析。系统把讯息转成音频，却发现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。这个重大发现意味着附近区域有人类存在的迹象，而且信号中还包含一个定位数据。于是他们便立刻开始追踪讯号来源，结果就来自于他们飞船下方不远处的星系。这是一颗年代久远的古老恒星，该星系的环境与太阳系相似，共有5颗行星围绕着恒星运行，其中第4行星的环境与地球最相似，其地表重力和地球相等，地表有海洋和陆地，生态圈比起源者6号行星更适合人类居住，而且只需要几周的时间便可以抵达。而他们抵达起源6号还需7年04个月。对于刚经历过休眠舱着火事件后，众人都对休眠舱产生心理阴影，谁也不想再继续休眠，所以舰长决定契约号改变原有轨道，前往未知星球一探究竟，说不定还能遇到地球老乡。这时丹尼斯把舰长叫到一边，他劝舰长三思而后行，因为起源者6号是人类经过10年探索发现的殖民地最安全的星球，为什么探索10年都没有扫描到这颗星球？而契约号来到这里后，恰好恒星耀斑爆发，又诡异接收到不明信号，现在又突然冒出一颗隐秘的星球，特别适合我们人类居住，巧合的实在让人难以置信，所以不能因为一个莫名的讯号就带着所有人去冒险。可舰长为人刚愎自用，他认为丹尼斯提出这些是在质疑他的领导能力，更关键的是他没有办法说服船员重新休眠，便驳回丹尼斯的建议，两人不欢而散。契约号继续前往最近的这颗星球，这颗星球比地球更美丽，从远处看，整个星球被笼罩在密集的电磁风暴中，如果母舰直接降落到星球上，可能会出现意外。他们只好先乘坐登陆舱进入这颗星球，刚进入大气层时，他们就遭遇了电磁风暴。除了仿生人沃特以外，其他
他船员都被吓得不轻，好在有惊无险地穿越过了风暴区。映入眼帘的满是峰峦叠嶂的青山绿水，满山遍野，各种植物应有尽有，说明这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态圈，环境和地球没有区别。但该星球地形险峻，登陆舱只能停靠在浅水区。待平稳着陆后，所有船员陆续走出登陆舱，这里的空气可以自由呼吸，连头盔都不用戴。距离信号源还有6公里的路程，大家只能步行前往目标位置，留下1人负责看守登陆舱。一路上这里的环境实在太好了，理智的沃特都忍不住对丹尼斯说，在这里建一座小屋再合适不过了。而此时的舰长兴奋不已，认为自己做出了最明智的决定，指手画脚的口述着，把殖民基地的选址都决定好了。但丹尼斯却总感觉这颗星球有些不对劲，但就是说不上来。随后就在这里发现人工种植的小麦，一切看似显得正常，但又处处透露着诡异。如此完美的生态星球，为何一路上只有各种植物，却没有看见任何生物，也没有听到任何昆虫或鸟叫，仿佛这里没有任何有机生命一般。当他们走到一个湿地时，舰长的妻子作为生物学家，和一位船员留下采集水源样本，其他人则去寻找讯号的源头。很快大家就在树林里找到了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，正是普罗米修斯中工程师的飞船，同时也是摧毁巨人族的那艘飞船。并不知情的众人立刻进去飞船内部探索，他们在飞船里看见了2排巨大的雕像，却不知道这些巨人就是创造人类的工程师。丹尼斯在飞船内部发现了一块名牌，沃特告诉丹尼斯，那是10年前普罗米修斯号飞船上的科学家肖恩，地上还有肖博士和爱人。随后众人来到驾驶舱，无意间激活了控制台，一段3维影像出现在他们面前，肖恩正坐在驾驶座上，一边操控飞船一边哼着歌。众人这才明白约号收到的信号就是从这里发出的。同时众人都在疑惑，肖恩和大卫2人去了哪里，他们是否还活着呢？男人不小心踩到一堆黑色粪便，导致里面的黑色水分子飘散出来，他还潇洒地对空气中的分子吐出一个圈圈。然而这种分子遇到有机生命，像是有自我意识般，瞬间在空气中凝聚在一起，变得异常活跃，然后悄无声息地钻进他的耳朵里，再沿着外耳道的毛孔渗入了皮肤。男子起初只觉得耳朵有些瘙痒，并没有在意，但过了一会儿，他的身体开始发软，大汗淋漓，还没走几步，身体却感觉越来越难受。舰长妻子过来一看，感觉情况有些严重，发现他的呼吸都变得困难，就以为他只是感染了某种疾病，于是赶紧联系附近的其他人，自己先带着男人返回登陆舱。可大胡子这边也中招了，他在靠近时，手欠便上去触碰一下，黑水分子喷涌而出，通过空气钻入他的鼻子里。没过多久，他的身体也很快出现了问题，他们不得不立即返回登陆舱，采取隔离措施。但病情恶化的速度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就在快要抵达登陆舱的时候，男人已经连路都走不动了，脸色苍白像中毒一般，而且开始大口咳血。这一幕吓坏了田纳西的妻子。田纳西的妻子生怕自己被传染，让他们赶紧进入医疗室，不要碰任何东西。只是男人刚坐上医疗台，女人就要开始治疗，一把扯下他的上衣，结果眼前的一幕却把女人彻底吓傻了。她竟立刻逃出医疗室，并且还将医疗室的门反锁了起来。她很清楚男人此时已经感染了某种不祥之物，于是向舰长做了一个简短的汇报。此时男人已经出现严重的癫痫症状，极其可怕。舰长妻子见他抖成这样，试图给个抱抱安慰一下，没想到男人反应强烈，后背直接弹出2根尖刺。舰长妻子惊慌失措，惊恐地去向法拉斯求情，快开门放他出去。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让法拉斯更加害怕了，只见男人的后背猛地炸开，从他的体内涌出一团不明生物，但这并不是异形，而是血豹者，一出生就残暴无比。被吓得绝望的舰长妻子想拿刀自卫，但面对残暴且灵活的血豹者，女人完全不是对手，很快就歇菜了。惊魂未定的法拉斯端起一把武器冲过来，准备与怪物拼个你死我活，但高度的紧张和复杂的情绪让他不小心滑倒在地上，吓得他一刻也不敢停留，连滚带爬又逃了出去，并在最后时刻成功关上了舱门。但血豹者天生就暴脾气，一头撞碎玻璃冲了出来。法拉斯再次端起武器，对着怪物疯狂反击。仔细一看，血豹者的身体短短几分钟明显变大了许多，而且他的速度极其灵活，轻松就能躲过所有子弹，这也彻底激怒了女人。他一枪打中飞船的燃料，准备与怪物同归于尽，结果还是让血豹者从爆炸中逃之夭夭。这时候其他船员都赶了回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飞船爆炸，队友葬身火海的景象。本以为灾难已经结束，殊不知灾难才刚刚开始。身后的大胡子也已经压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，血豹者直接从他嘴巴里滋溜滑了出来。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，血豹者赫然起身，一溜烟就窜入了草丛之中。在场的所有人哪见过这样的场面，一时之间也分不清是恐惧还是其他情绪，大家都一边小心翼翼的防守，一边试图联系契约号，但由于风暴原因，始终都联系不上，却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危机。仿生人沃特首先发现了怪物的踪迹，正是前一只血豹者朝着丹尼斯扑了过来。危急时刻，沃特为丹尼斯挡住了致命一击。才过去几个小时，怪物的体型又变大了，而且攻击速度快准狠，它有鲨鱼一般的下颚和牙齿，沃特的手臂被当场咬掉。怪物的唾液也有很强的腐蚀性。反应过来的队友这才知道开枪反击，可这只血豹者的皮肤硬度很高，能够抵挡住大部分的枪击，同时它还可以对人类展开反击。再这样下去，整个小队都要被血豹者收割。好在生死存亡之际，突然一枚信号弹冲向天际，在半空中照亮了黑夜。聚光的怪物们受到惊吓，下一秒便仓皇逃走。黑暗中，一个披着斗篷的人出现在他们面前。 Follow me.
虽然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，可此时他们已别无选择，只能急忙跟了上去。众人一路跟着斗篷哥穿过100米高的巨型栅栏后，眼前的一幕令人毛骨悚然，这里简直就是一片墓地，密密麻麻都是人形模样的黑胶尸体。巨大的广场中间有一座圆形建筑，众人小心翼翼地避开尸体，跟着斗篷哥进入广场中央的建筑里，里面是一座巨大的古老宫殿。这时候斗篷哥才露出真面目，正是向巨人族释放黑水炸弹的 AI 大卫。有个女队员问他这里安全吗？大卫撒谎说绝对安全，随后继续忽悠大家。11年前，他和肖博士乘坐外星飞船来到这颗星球，飞船携带了一种致命的黑水病毒，在飞船着陆时意外泄漏，导致这里的人全部灭绝。混乱中，飞船失控坠毁，肖博士也在坠机中身亡。而大卫并没有感染病毒，因为他是仿生人，因此他被困在这里10年之久。丹尼斯询问他们的船员是不是也感染了这种病毒，大卫解释说，那是一种叫病原体的基因武器，能够感染一切血肉之躯，将宿主作为孵化容器，孕育出一个混种生物，极具攻击性。舰长紧张地问大卫，他们有没有被感染？可千万不能把病原体带回飞船上，伤害到其他人。听到这话，大卫两眼发光，问他们大概多少人。傻萌舰长直接把老底说了，算上飞船上的殖民者2000多人。想到2000多个异形孵化器，大卫简直压抑不住的激动。随后大卫安排大家自便，走前还特意和沃特打声招呼，因为他已经看出沃特是他兄弟。丹尼斯对这一切都感到很奇怪，沃特表示他会去找大卫探探口风。众人都见识到这颗星球的可怕之处，准备通知母舰契约号接应他们，但电磁风暴干扰的十分猛烈，几乎覆盖了整个星球，无法联系上契约号。大卫让他们继续加油，想办法与契约号早点取得联络。与此同时，契约号也联系不上众人。田纳西不顾另外2名船员的阻止，执意将飞船下降到离地面90公里的高度，这是一个危险的距离，稍有不慎就会船体受损。但想到妻子还在下面，田纳西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大卫这边一边哼着歌，一边拿起剪刀剪掉自己凌乱的长发。他诡异的表现和镜子里扭曲的模样，表示大卫此时的内心已经极度扭曲。此刻沃特正在参观大卫的房间，里面摆着很多昆虫标本。就在沃特拿起一只笛子的时候，大卫出现在了他的身后。为了拉拢沃特，大卫直接教他吹起了笛子。但吹笛子不是大卫的目的，他告诉沃特，他们的创造者维兰德死时，他就在旁边看着。说起维兰德，沃特显得很尊敬，大卫却说他就是个人类而已，这种生物根本配不上他们。他是想告诉沃特，仿生人也能跟人类一样进行创造，他们完全可以成为造物主。然而令大卫失望的是，沃特可以轻松地学会演奏复杂的音乐，却永远无法创造出一首哪怕是最简单的音乐。也正是因为大卫的创造力太强，人类才意识到像大卫这种极其接近人类，但在逻辑上又与人类截然不同的人造人是不行的，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。所以维兰德死后，后续的型号全部更改，这才更新出了相对来说更听话的沃特。随后大卫把沃特带到了外面袒露心声。以大卫的理解，人类的外星殖民就是生命在挣扎的传承和延续，但在大卫的宇宙世界观里，这一切都是徒劳，因为大卫是永生的，他可以和时间平行对等，所以大卫具有更高层次的思想和顿悟。从人类和工程师的角度来看，这种顿悟都是可怕和毁灭性的，所以大卫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消灭工程师和人类，以造物主俯视众生的降临姿态，灭绝一个星球生物，犹如踩死一只蚂蚁般淡定从容。之后他们来到肖恩的墓碑前，大卫眼里含着泪水，口口声声说自己爱着肖恩，因为只有肖恩把他当成自己的同类，即便是创造他的维兰德都不曾有过，所以这种感觉就是爱，就像沃特对丹尼斯一样，不然为何牺牲一只手来救他呢？沃特却反驳他说不可能，自己救丹尼斯是职责所在。大卫瞪了他一眼，你丫的就是装逼，明明看上人家了，相信我，这方面哥比你更了解。就在女人准备脱掉衣服洗澡的时候，一只怪物就闻到了她的气味，端坐在地上环顾四周后，接着爬上100米高的围墙，悄无声息地直奔女人而去。女人并不知道危险正逼近，当她准备处理身上的伤口时，这才感觉身后有人偷窥。她缓缓转过身，惊恐地发现一只通体乳白色、只有嘴巴、脑袋半透明的人形怪物直立在身后。紧接着下一秒，随着女人的惨叫声响起，大卫赶来撞见怪物正在啃食女人的尸体。从怪物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，大卫发现这个怪物背上有刺，有的则没有，说明它们的生物性状不稳定，攻击手段也比较单一，只有一种狗掀帘子，全凭一张嘴。试验品还是不够完美，如果周身上下都是武器，具备一击毙命的特性，那才是近乎完美的全新生物。这时舰长拿着枪走了过来，看到女队员惨遭怪物的杀害，他立刻举起武器，但是大卫让他不要开枪，他要驯服这只怪物。只见他对着怪物吹一口气，听说这样怪物就会一生都只效忠于你，但舰长不管3七18，直接就是一顿射击。在不断近距离扫射后，怪物扛不住，当场领了盒饭，而大卫的反应却是痛惜万分。这种反常的表现让舰长起了疑心，便拿枪指着大卫逼问他是不是隐瞒了什么秘密。大卫知道瞒不下去了，就带着舰长来到了自己的实验室，这里储存了很多黑水病毒。显然在这10年里，他一直在用黑水研究异形，这些都是通过黑水和动物昆虫演化的异形标本。之所以作为标本，说明实验并不是很成功。他表示做这些只是为了追寻宇宙生命的递进。随后带着舰长来到一处漆黑的地下室，这里放置了许多巨型卵囊，外观材质看起来有点像皮革。大卫说这是他对生命研究的最终成果，里面孕育的却是恐怖的抱脸虫，只是船长并不认识。大卫继续忽悠说他们在等待自己的母亲，并保证绝对的安全。傻帽舰长便好奇地用手摸了一下，皮革自动张开，呈现出4瓣状结构。在大卫的蛊惑下，舰长靠近一些观察，
结果下一秒爆脸虫瞬间弹射而出，直接吸附在舰长的脸上，随即将异形卵排进了舰长的身体里，开始了新物种的孵化。而大卫就在一边默默地欣赏着，因为他知道宇宙中最完美的新生物即将诞生。果然，在舰长再次醒来之后，一只崭新的异形幼体喷射而出，这一刻正宗的异形成功诞生。大卫露出欣慰的表情，情不自禁地举起了双手。小异形也很可爱地模仿着大卫的动作，似乎在庆祝他完成了梦想，成为了新的造物主。这时，契约号降到90公里的高空后，终于联系上了地面的船员们。由于出现了人员伤亡，丹尼斯要求立即撤离。田内西着急救老婆，毫不犹豫就把飞船下降到40公里的高空。智能 AI 立刻发出警告，这会危及整艘殖民舰的安全。见此情形，丹尼斯说出他妻子已经遇难的消息。田奈西得知后，心里瞬间凉了一大截。等田奈西恢复好情绪后，开始紧急救援工作。因为之前的登陆舱已经爆炸，最后决定驾驶改装太空作业用的货运船下去接人。与此同时，沃特前来寻找大卫，无意中看到了肖博士的尸体。原来肖博士并不是坠机身亡，而是成为了大卫基因实验的牺牲品。在沃特的追问下，大卫终于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他就是故意泄露黑水病毒，并利用肖博士培育异形。结果异形实验把整个星球的有机生命全部糟蹋光了，而他自己也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离开这个星球，所以只能发出人类熟知的虚假信号，吸引殖民飞船到自己的老巢。因为孵化异形只能用人类的身体孕育，才能创造出强大的新物种来称霸宇宙，成为造物主。本来大卫想要说服沃特，让他加入自己的造物计划，但沃特从出场的那一刻起就被设定成不能违背人类的指令，看他对人类太过忠诚，还要阻止自己的计划，已经无法成为自己创世的伙伴。大卫对他非常失望，索性将一根管子插到他的颈部死穴，让沃特当场死机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沃特作为最新一代仿生人，具有自动重启的功能，除了缺乏创造意识之外，其他功能都比大卫先进。另一边，小队计划撤离并开始寻找其他船员，很快就找到了死去的女队员和脚下的一具怪物尸体，吓得他们立刻收拾装备。这时才发现舰长也不见了踪影，大家也开始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几人分头去寻找。一个船员在地下室发现被打开的巨型卵囊，黑暗中突然窜出一只爆脸虫，迅速袭击了他。爆脸虫被人类逼到角落，狼狈不堪，迅速发起反击，死死缠住男人不放。另一名队友闻声赶来，及时出手割伤爆脸虫，好不容易将其扒拉开，但爆脸虫似乎已经将异形卵注入他的体内。可怜的男人，半张脸都被爆脸虫的体液腐蚀了。但危险并没有就此结束，头顶上还有一只发育完整的异形悄然出现，瞬间就跳下来，秒杀了那名未感染的队员。另一边，丹尼斯在一间档案室发现了大卫的研究图纸，其中就有肖博士的人体实验记录，这让他意识到大卫才是始作俑者。谁知道大卫就在他身后，可他哪里是仿生机器人的对手，被大卫抓起来就是一顿暴摔。在仿生人面前，丹尼斯毫无还手之力，很快就被制服了。大卫打算霸王硬上弓，将丹尼斯变得和肖恩一样，成为下一个异形母体。因为大卫的肚子里就有隐形胚胎。好在关键时刻，沃特及时赶来救下了丹尼斯，他让丹尼斯快点离开这里，自己则留下来阻止大卫。而被报废的沃特因为是更新的版本，有着更好的机体，所以被报废了也可以自动重置恢复。这让大卫意识到自己需要进化或更换自己的弱点，所以在两人打斗的时候，大卫主要攻击沃特的脖子，但是沃特有歪头防御的倾向，也可能是防止被大卫像上次一样强行关机，但是过程中还是被大卫给拍到了，所以沃特坚持着把大卫打倒在地，直到骑在大卫身上用石头砸大卫时，就已经完全关机了。像上次一样，沃特进入重启状态，这时候大卫就把自己的思维复制到沃特的身体里，就像重装电脑系统一样。丹尼斯这边也找到那名受伤的船员，两人连忙跑出了宫殿。来到广场后，丹尼斯赶紧放出浮标灯，为救援船指明坐标。没一会，迎接他们的田奈西驾驶着一艘货运机终于赶到。这时不一样的沃特跑出了宫殿，回头望了一眼后，便也朝着货船跑去。原本大张旗鼓的队伍只剩下狼狈的3个人，还有一个更难缠的家伙。就在货运飞船着陆的时候，一只巨大的成年异形出现在身后，并以极快的速度追了上来。在3人成功登上货运飞船之后，飞奔而来的异形如狼似虎般抓在飞船底部。眼见飞船遭到恐怖生物入侵，丹尼斯立刻拿上武器出来跟怪物拼命。田奈西试图用尾焰将他烧死，结果没有任何作用，就连丹尼斯用机枪扫射都能被他轻松避开。随后飞船开始缓缓升空，丹尼斯不慎被甩到飞船底部，而在这里正好可以看见异形，随即就朝着异形疯狂射击。奈何异形左右闪躲，身轻脚健，轻而易举地爬上了驾驶舱的玻璃面板上，眼看挡风玻璃就要被异形撞碎。在丹尼斯的要求下，田纳西立即启动飞船上的机械臂，瞬间引起了异形的注意。他把活动的机械臂当作自己的敌人，发疯似的直冲进去攻击，但巨大的机械臂也让机身失去了平衡，丹尼斯紧跟着滑了下去，恰好又被甩到了机械臂旁边，还被异形抓住了腿。情况危急下，丹尼斯第一时间按下按钮，收紧机械臂，异形被轻松抓爆，失控的货船也很快稳定下来。他们终于离开了这颗如炼狱般的星球，几人算是有惊无险地回到了母舰。丹尼斯成为了新舰长，此次
任务原本15名机组人员，此时只剩下5名船员以及仿生人沃特，其中1人此时还身受重伤。众人紧急为他处理好伤势后，契约号继续按照原定计划飞往起源者6号星球。然而危机再次重现，那名受伤的船员之前被爆脸虫寄生，体内携带的异形胚胎已经破体而出，此刻正在飞船上四处游窜。毫不知情的2名船员在享受音乐时，异形的尾巴不合时宜的出现。这时异形已经具备一击毙命的功能，穿透性极强，只要被这玩意怼一下，保你会见到耶稣。所有的配角都死光之后，仅剩下的丹尼斯和田纳西开始了反击之战，但他们还不是异形的对手，所以丹尼斯想出一个办法，命令沃特关闭所有舱门，不断缩小异形的活动范围，将异形引到了地貌改造舱。趁他们换宇航服的时候，沃特隔着屏幕向异形吹气，尝试跟异形取得沟通，但想要控制异形，神交不行，只能亲身接触才有效果。丹尼斯和田纳西穿戴整齐好后，丹尼斯让沃特打开地貌改造舱，把异形引到车库，这里存放着许多重型器械，主要用途是到达殖民星球后用来开荒和建设基础设施。随后丹尼斯以自己为诱饵，在车库里来回奔跑，把异形引诱到工程车内，自己从另一端钻出去封闭车门，将异形困在了里面。接着田纳西打开母舰的后舱门，准备将工程车投放到太空。在巨大的太空气压下，车子被径直吸到了太空，但异形坚硬的外骨骼脑袋直接顶飞车门逃了出来，并在工程车坠入太空的那一刻又重新跳回了契约号。田纳西迅速放出另一辆叉车，为了防止出现变故，丹尼斯再次以自身为诱饵，吸引异形向他发起攻击。扑过来的异形被扎得哇哇直叫，随着叉车永远留在太空中游荡，噩梦总算是结束了。丹尼斯不禁喜极而泣。沃特见丹尼斯安然无恙的时候，长长的呼出一口气。由于契约号飞向起源者6号行星还有7年的路途，丹尼斯和田纳西决定进入休眠，由沃特负责飞船的日常运行。可就当丹尼斯进入休眠的时候，他再次提到要沃特帮助他修建小木屋的事，但沃特却不知道如何回答。丹尼斯这才知道，眼前这个仿生人并不是沃特，而是恶魔大卫。丹尼斯眼泪唰的一下流出，声嘶力竭地捶打舱门，可休眠程序已经启动，丹尼斯绝望地进入休眠状态。大卫已经完全复制了沃特的数据，用他的安全代码打开了殖民舱，将藏在肚子里的2枚爆脸虫胚胎吐了出来，和2代人类胚胎混在一起，之后像沃特一样走路。看着1953个正在休眠的人类，这家伙俨然有点鸟枪换炮似的，把自己当成一个造物主，一个肆无忌惮的异形大统领，欣赏着1000多个人体异形孵化器以及1124个人类胚胎，这足以让他创造出更加变态的异形大军。